腕表在手，把玩很久。这句话说的相当的有道理。手表上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当你使用之后，才慢慢的发现。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看到这两只腕表，想跟大家介绍两个比较少人知道会去运用的功能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右边这只腕表，再来解释左边的腕表。这两个功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相信都非常的实用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这只万国的计时腕表哈，它这只手表现在是完全没有动力的情况之下。那我们现在帮它做个上链，简单的上链之后，它的秒针就会开始转动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手表，我们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哈，上面的话是30分钟的计时，下面是12小时的计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该如何去操作。我们常常会去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时区。不管是出差也好，或者是旅游也好，都会有不同两地时区的一个需求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只手表，该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 GMT 两地时区的手表呢？我们现在调整一下时间，把这个时间调到一个我们比较清晰可以看得到指针的时间。那我们把时间设定在10点08分，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区块非常的清楚。那我们打个比方讲，我们如果中港台的时间线是10点08分的时候，那我们今天到了一个不同的时区，比如说我们到了英国，那英国现在是中午的12点，那在中午12点的时候，我们按下这个计时键，计时键按下去的时候，秒针开始行走，30分钟的计时键你可以不用理会它，所有不同时区它的分针的时间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有几点的差异是不太相同的，所以我们看这个表盘的时，看这个表盘的分，所以现在英国就是12点09分。台湾的话是10点09分，所以只要看到中间的表盘的时，再看外面大表盘的分，就可以知道当地时间是几点。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台湾时间是几点。这个功能我觉得相当的实用。像我如果是出差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当地的时间，我也可以看到我本来住的地方的时间，所以双地时区的话，用这只手表的话，就可以完全的呈现这个小技巧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了解了呢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功能，大家回去可以稍微参考一下，也可以自己玩玩看。每个时区的时间不太一样，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做设定。只要在中午的时间，中午12点或者晚上12点，按下计时键，让秒针开始做动，就可以。这个时间会跟着走的。2个小时之后，它就到2点；4个小时会到4点。因为它是12小时，所以它有这个功能。那分针的话，计时的分针我们就不去理会。这个手表呢是一只潜水的运动腕表，它的外圈是可以旋转的，所以这个功能呢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。可是对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的适用。就是如果现在的时间是11点20分，那我们今天去了一个地方，前30分钟的停车是免费的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怎么样把这个时间记录在30分钟之后呢？现在是11点20，30分钟之后是11点50。那我们就把旋转表圈指到50分的位置。所以30分钟之后，当分针来到倒三角形所指示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停车的时间已经快要到30分钟了。这时候你把车子开出去，你的停车费就是免费了。这个功能是不是既简单又实用呢？试试看吧，说不定可以帮你省下不少钱呢。非常简单的2个小功能，对你是否有帮助呢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为我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。拜拜。